有什么办法呢？我这身体反正也是无救，与其反噬等死，不如尝试各种机会。看来即使是圣女，也是有很多难事是解决不了的呀。圣女，那不过是个囚笼罢了，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牢笼而已。所以呢，这次我就把希望全赌在你身上了。若真能找到雪莲，说不定本圣女会以身相许哟。姑奶奶，我只是个荣灵境的喽啰，你何不另寻大贤？不，我相信你的直觉，更相信我自己的直觉。哦，真不知道你是真的胆大，还是真傻。那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哼，只怕说出来吓到你。我的目的是在这里培养自己的势力，说白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打算占了。我现在的敌人遍布半个玄天世界，需要建立势力来保护的人也很多。这里灵气鼎盛，适合修炼高级功法、炼丹炼药。这里正是发挥这些秘籍的最佳圣地。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声音？好低沉的声音，像是什么低吼。感觉像是妖兽。不，是王兽。恐怕还不止一只，个个都堪比武王境。生死本为天地轮回，此地虽是藏宝之地，但恐怕也是试炼之地，遇见妖兽也不奇怪。你别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凶的样子？我裂开了。这是多少只？我记得老虎应该是独行动物吧？这些蛮荒巨虎个个都是1品真气境，那只紫金头虎更是9品武王境了，加上妖兽天生优势，2品尊者境的人都打得过。的确，极强的肉身加上金色的鳞甲，而且上万年都没有见过尸了。今日看来不是你死，就是……不过呢，他们看上的是你，并不是我，所以我可不想帮你对付这帮超凶的禽兽，自求多福吧。真搞不懂，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走？啊，还真是冲我来了！哼，少瞧不起人！我们已经耽误的够久了。啊？喂，还愣着干什么？一起来吧，畜生们！来得好，看我一并收拾了你们！他究竟是什么人？用的什么招式？完全看不懂。仅凭一己之力便能应付这些妖兽？不，应该说是屠杀。这哪里是8品荣灵境的战力？看来这小子必定是大有来头，否则就是我孤陋寡闻。现在8品荣灵境都这么强了吗？不，这小子身上定是有什么天大的玄机。喂，那边的头，你还要等到我把他们都杀光了你才上吗？哼，就让我看看，是你的鳞甲硬，还是我的拳头强？这家伙难道打算正面跟虎王斗吗？爆发！那是什么东西？好刺眼的光，不是火吧？
刚才那是幻觉吗？不可能，我不可能看错的。这家伙隐藏了实力，而且不止隐藏了一星半点。啊！武王境的腰带，好东西。摸完尸体了吗？现在我们去哪儿？别说的这么羞耻嘛。去那片山脉吧，应该有好东西。那就快些出发吧，已经耽误些时间了。你都不问那里有什么吗？问什么？一看便知。爽快，就是这里了。就这儿？你怎么确定这里一定有好东西？内域如此寒冷，此处却有活瀑布，不觉得奇怪吗？说的好听，你刚才用的火，不知化了内域的多少血水。不必在意，侥幸而已。那么我们就看看这秘宝吧，9000年造化的宝物——九阶金莲。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啊，没听错，就是不世之宝——九阶金莲。你说这是九阶金莲？啊，这正是与冰山雪莲相辅的9天至阳神莲，皆乃天地半生之物。这样看来，雪莲8成也在这内域之中了。老实说，我需要这宝物。不过，如果我想得逞的话，看来得答应你，帮你找雪莲才行，是吧？知道就好，何必说的这么直接呢？哼，看来交涉顺利达成了。这可不行，这金莲我可是盯了好久了。叶公子，不知可否让给小女子呢？哼，来得倒快，真会挑时候。还以为叶公子果真独行，看来果然还是有美人相伴左右的，也难怪我的妹妹请不动你这尊大佛了。雪姑娘，老实说，在下也是被人追杀，需要此物以战仇敌脱险。不过看来得跟雪姑娘相争了。非也，小女子也是师命难违，任务在身而已。不若我们做个交易，保证不让公子吃亏，如何？交易？姑娘竟然准备了如此周详的办法。那是自然。听起来不错，愿闻其详。那可得好好的想想，该给公子些什么才算是合理呢？姑娘似乎想了个不错的主意啊。姑娘天生丽质，一朵金莲若能换得姑娘芳心，当真是划算无比。当然，前提得是姑娘真有诚意的话。你说呢，芊芊姑娘？看来叶公子能灭杀蛮荒巨虎绝非偶然，不只是修为深不可测，连戒备也是无懈可击。这是自然，毕竟芊芊姑娘光外在就能看得出是尊者境的奇才，想必宗内另有底牌绝学护身，估计对付3品尊者敌人也游刃有余吧。这一掌怕是尊者境修士也要重伤残废，对付我一个苟延残喘的喽啰，实在是狠毒了些吧。公子一拳之力能化内域积雪，何来喽啰之说？太过谦虚了吧？姑娘高估在下了，那只是在下保命小计和侥幸促成的偶然而已。言归正传，姑娘所说的交易，不知还要继续吗？哼，自是免谈。是。怎么了？姑娘哪里不舒服吗？这家伙好大的力，我竟挣不脱。哼，看来叶公子是想试试小女的真功夫了。哪里，在下怎敢如此无礼？看来在下福薄，得不到姑娘的青睐，罢了。
暂你识趣。那么，你那边怎么样了？早就得手了。你们敢耍我？金莲呢？你猜呢？糟了，芊芊姑娘看来还是太单纯了。你们真卑鄙，竟然合伙耍我，把金莲还我！得罪了，姑娘。搞什么鬼？打瀑布干什么？快走！看来第一回合是我赢了，再见。你的魅力还远远不够啊！想跑？把金莲给我留下！偷袭！这瀑布里竟然有如此强的3手妖教，这畜生竟有尊者境般强横道行，是看守金莲的妖兽吗？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一只妖娇而已。你该不会以为你们靠他就能逃走吧？简直是异想天开！比想象的还快，果然现在最好不要跟他交手。叶星辰，还有那个小贱人，竟敢让我如此狼狈不堪！你们给我记住，我一定要抓住你们，让你们也尝尝一身受血的狼狈相。你早就知道瀑布下面有妖娇？啊，算是吧，虽然没起到什么作用。这里好像有堵墙，似乎是什么结界。看来就是这里了，感觉到的结界就是这个了。我不确定能不能成功传送，没问题吗？废话少说。好吧，我们出发。哼，拖沓的男人。到了吗？好快呀！应该不会错，就是这里了。不过这里除了一个雕像，其他都是石碑啊。不知道，可能是英雄冢，或者是藏匿秘籍宝物的地方，也说不定吧。不过似乎有人比我们还快啊！风雪神宗的人都是狗鼻子吗？此地与古籍所在极为相似，恐怕就是当年玄机古国的武道圣地。武道圣地万年前，玄机古国用来培养宗门弟子的地方。这些石碑里都刻着天级以上的武技，且皆为镇国级别武技吧。哦，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可惜当年女皇一场大战，神秘消失，估计是连一身衣钵都没来得及传授吧。不然偌大的古国，也不至没落得如此之快。那这些功法武技都可以供人随意修炼吗？你想多了，若是如此，我缥缈神宗的武技岂不是烂了大街了？学习石碑里的武技很困难吗？想学当然不难，只要年轻都可以学。不过呢，学得到不代表悟得通，学个皮毛又有何用？说得对啊。少贫。我们先去雕像前登记吧，不然没资格领悟这些武技的。不过他们还真是专注啊，竟然没人来找茬哎，真是稀奇。你是有多看得起自己？玄机女皇，虽然我是圣女，但相比之下，还也只是繁星比于皓月罢了。且受我一拜吧。一近看雕像，还真是大呀。不过难怪看着眼熟，这不是之前在学院炸掉的那个女子吗？不过这个雕像比那时的那尊更具神韵一些。啊，这雕像上的光是……啊，这是什么？要攻击我们吗？快看看雪莲令有没有变化。啊，这是什么？
批准登陆的意思吗？啊，是的，已经批准了。不过这小子竟然只有18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有融灵境的他，却有9品武王境的战力。我自认天赋异禀，拥有黄极境修为。可若是我18岁时便有9品武王境修为的话，现在估计能达到帝君境，也说不定。哼，有点意思。玄机女皇失踪万年，还能降下天道法则，这种事办得到吗？不过至少摸到些玄机女皇的底，能降下天道法则，她至少应该是神通境以上的实力。但是纵使她神通再大，也不可能死后万年，天道法则依然完好。所以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失踪万年曾威震九州的玄机女皇并没有死。当然这些也不都是猜测而已，毕竟大千世界我也只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当下要紧的事是快速提升实力，而这秘境中最大的机缘应该就是这碑文中的武技和玄机古国传说中的地狱试炼了。只要过得了地狱试炼，怕是得到的好处比这碑文所藏的武技要多100倍不止也说不定。叶星辰，怎么样？我们要不要也去闯闯地狱试炼？或许会有意外惊喜哦。好主意，我也正有此意。你说说看，这地狱试炼中都有什么好东西吧？好东西自然数不胜数，知道你看不上一般宝物，亏不了你，放心。不过呢，你要知道这试炼，每人一生也只能做1次而已。玄机古国的弟子分级跟我们差不多，顶级弟子也是神传弟子。不过呢，神传弟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自古神传弟子只有一人，那就是玄机自己。不过对你来说，只要通过试炼，别说内门弟子，即使只到外门弟子级别，你也可以突破至真气境，甚至是武王境。这对别人虽然普通，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了吧？哼，不错。若是如此，的确值得一试。所以呢，现在你必须先领悟一门石碑上的武技，这是你第一项考核，证明你有能力挑战试炼吧。哼，自然如此，白给的东西我向来不会谦虚。好，看来早有准备嘛。我选的就是你身后的那块石碑，就是它了。哼，果不其然，这小子不就是外面遇见的？那是9大镇国武技之一吧？是神级啊！他在说什么蠢话？疯了吗？那块碑，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犯病，一会儿你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哼，谁腰带又没系紧，怎么总能把你给露出来？真是有伤风化。你说什么？我现在没工夫收拾你，滚远点！喂，他真的进去了，会出人命的吧？啊，这是什么地方？像是一个祭坛，肉体也不知道在哪儿。这只是一道神魂而已，应该是进入试炼了吧？这里是玄机古国地狱试炼，此次考核为修武者之悟性。来者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参悟一套拳法之意，若能领悟一二，便算过关。请做好准备，稍后试炼正式开始。来了。哼，出场真是够夸张的，他会打出什么拳？
这个难道是？果然是连星辰也能点亮的那门秘传拳技。哼，一拳生万物，不愧是万年前声名显赫、威震九幽的玄机古国。这种拳法竟然只给试炼者半个时辰的时间参悟，你们也真是会刁难人。哼，不过呢，真巧，我恰好有个办法可以解围。哼，献丑了。哼，可以了吧？虽说略带侥幸，不过也算勉强通过。不知道阁下何人，都有冒犯，得罪了。考核成功，天赋潜力无法预算，赋予最高等级天生至尊。考核者可以获得玄机古国完整的神级拳法帝尊三神拳的传承，一拳生万物，一拳生天地，一拳生世界。帝尊三神拳果然非同一般，在这玄天世界，怕是称为神级功法也不为过。这法门每拳都可增长3倍破坏力，3拳下来，增幅近30倍的战力，跟我的相性极好。总之，先离开这里吧。元神归位，果然那不是真正的身体。小子，你搞什么鬼？到底信还是不信？在这愣什么神啊？哎，愣神？难道里面的时间流动速度跟外面有差异吗？这是什么光？难道是古国气运之力？气运之力？气运之力？不可能，那是天生至尊才能拥有的。混沌吞天经已经开始疯狂滚动吸收了，难道真的是气运之力？如果真的是气运之力的话，那我的修为岂不是要……修为暴涨了？不可能！哼，果然如此。他怎么可能是天生至尊？不可能，已经快越过真气境了。他的修为长得太猛了。果然还是没那么简单啊。不过也罢，至少足以跟9品尊者境的人一战了。这也太夸张了。叶星辰，你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很简单，用领悟的拳意把拳灵轰散了，算是超额完成考核吧。把拳灵轰散了？胡说，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凭你那修为，根本扯淡，你一定在说谎。真是对牛弹琴，浪费唇舌。站住！你定是隐瞒了能轻易通过考核的方法，我劝你老实交代。你最好把秘密说出来，不然可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哼，手下无情？你指谁？你和你身边这群小人嘴脸的同僚？怎么，你当我们不敢动你，还有心思笑？没办法，如果一群5岁小孩向你大吼要对你手下无情的话，想必你笑的会比我还夸张吧。你找死！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长了修为。9品武王境巅峰了，大师兄他竟然……果然那株仙草功效非凡。老子也一样是上天的宠，没想到吧？你现在还笑得出来吗？你又笑些什么？抱歉，只是觉得你这种外门弟子真是可怜。9品武王境就能让你们成为上天宠儿的错觉。
你们的优越感也就只有现在了。很快我就会把你们都灭掉。真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完全不理解现在这世道。大街上捡棵草吃了，有什么可显摆的？小子，让我教教你，人生在世，行事需谨慎低调，不然得罪了自己惹不起的人，可能活着比死还要难受。道理倒是没错了，不过对我来说，你绝对不是这些人之一就是了。而且你有想过你自己其实就是这种人里的代表吗？真是可笑，一个真气境的人还在对别人说教。武王境真是了不起啊，不过你再不出手，一会儿真气就要烧光了也说不定哦。武王境先生。也罢，就送你一程吧。哼，反应太慢了，小子，再见。啊？是？不是吧？不可能，我竟然会受伤，一定是我。怎么，想说是你大意了是吧？别说我手下无情，我给你个机会，如果你现在卷不开滚蛋的话，我就当你是个屁给你放了。机会只有一次。畜生，你少给我得意忘形！偷袭？什么？难道他？不是吧？这点小伎俩，真是班门弄斧，你没机会了。不可能，一个真气境的垃圾，怎么会？我真是……从第一次见面，你就一直咄咄逼人，纠缠不休，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我向来不愿出重手伤人，但唯独像你们这种本事不大，却喜欢欺负弱者到极致的狗杂种例外。我已经忍你不知道多少次了，奈何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你该庆幸燕姑娘是你的同门，看在燕姑娘的份上，我再留你一条狗命。是死是活，你自己听天由命吧。那么你们要怎么样？如果要报仇的话，免得日后满世界找我，不如现在了断如何？我们看来暂时是没这个打算了吧？那我们暂且放下恩怨，毕竟我答应过燕姑娘，我是她这边的人。可恶！唉，那么你也快些决定选哪个考核吧。我感觉你要的东西应该快要出现了，我们得快些做好准备。那当然喽，早就决定好了。我选的考核是，同样是9大镇国武技的这个。时间稍过，这么快，恭喜了。说得倒轻松。你气息有些紊乱，稍微休息下吧，别太勉强。无妨，看时间要紧。也罢，没事的话就好。那走吧。山洞内，广场试炼入口大门。这里就是入口了吧？接下来我们的试炼就要分开了，毕竟你是天生至尊级别，我才是8级天赋评价。你就别酸我了好吧？你自己要多注意些。气息调整好了吧？放心吧，总之多多保重了。你也保重。场景变得好快，想必他那边也一样吧？这里是夜晚的沙漠吗？啊，这是……
哪个混蛋知道的幻想？这些惨死的脸和怨毒的眼神也太真实了，搞我是吧？真是吐了！越来越离谱了，连我入轮回前认识的人都出现了，甚至连血腥味都真实起来了。看来最后一世的轮回，纠缠因果业力太多，心神居然出现了漏洞。罢了，或许守护本就是我该走的大道之路吧。但是这场闹剧也该适可而止了，让我来打破这幻境吧！破！哼，又是这种死寂的环境，真不知这秘境中到底哪一处是幻境，哪一处是真实。幻境破碎之时，某处神秘禁地之中，一位女子也似有所感一般，微微颤抖，似乎是心脏跳动了一下，真是稀奇。近万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地方看似黄昏，可残阳却刺眼的近乎血色，压抑异常。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道光是什么？冲我来了吗？是什么攻击吗？还是什么法则？这股力量，看来是通过幻境后的恩赐吧。好浑厚磅礴的能量。怎样都好，先让混沌丹田吸收掉再说。啊，这力量是一些残破的空间法则，这可比气运之力还要精纯。这样的话，修为定可突破真气境，直达武王境了。比想象要好很多，已经突破至武王境3层了。如此一拳，可达千虎之力，已经能与黄极境强者一战了。而且现在我手中还握有9阶金莲为由，迫不得已之时，如果让混沌丹田吞噬，修为还能暴涨很多。看来此行收益颇丰。啊，这个涟漪石，看来是又要转到其他地方去了，真是麻烦。自从进了秘境以来，虚虚实实不知换了多少次位置，到底什么是真的，都有些模糊了。这次又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又是雪域，不过似乎更冷了，而且白茫茫一片，似乎什么都没有一样。难道这里才是真正的冰雪世界吗？看来燕姑娘所说的地方就是这里，白茫茫一片的虚无雪域。啊，那里是湖，还真是一滩湖水。怎么可能？连我觉得刺骨的温度，竟然会有没结冰的湖。看来就是这里了。此处定有寒冰秘宝，只有玄寒至宝的天地灵力，才能让水在如此寒冷环境仍能保持活跃循环。带我前去一探究竟。果然如此，此处灵力极盛。又是莲花，这算什么奇怪的癖好？1、2、3、10朵，是巧合吗？还是另有玄机？不过如此之大的一个湖，在这极寒之地，也算是一番奇景了。啊，这是什么人？这里不是试炼之地吗？为何会有外人在此沐浴？一不留神，都愣住了片刻。真是美到堪称妖女了。你真会夸人，会讲话就多讲几句如何？偷窥狂！糟了，被发现了！哼，你一个偷窥狂，还敢说别人是妖女，真是好生大胆！这样看来，想必姑娘也是9级天赋测评的修士了。
9级天赋，修士。哼，还是聊点别的吧。你打算为偷窥付点什么代价呢？的确，是在下唐突失礼，还望姑娘原谅，在下道歉。不必客气，送人上路这种事，我每天都做的。啊？什么？好快！这家伙如此修为，竟还偷袭，脸都不要了。哼，再见。来不及了，跟他拼了！他果然非等闲之辈，好大的掌力！我被震开这么远，这家伙居然纹丝未动。虽然灵力还不足，但三神拳也使出2拳，9倍的拳力竟然还……不错哦，果然没让我失望。看过这一掌还活着的，你是第一个。哼，阁下还有脸说，此等修为还要偷袭，也不怕失了身份？身份？我能有什么身份？真是庸俗。我那全力一拳，纵使黄极境3品，也不可能全身而退。而姑娘竟反将我震飞，姑娘真是好本领，好神通啊！哪里？只不过是个被偷窥的弱女子情急之下的蛮力而已。姑娘，此时确实在下无力在先，但在下实属无心，就不能选个补偿的办法，一定要在下性命不可吗？况且，圣魔域的魔族，也会在意冥劫这种无聊的东西吗？你说呢？嚯，看来被我说中了呀！一个眼神就能散出漫天般的戾气，让人怕到后脊梁的霸气。除了魔族，舍我其谁呢？人类不可能看破我的身份，魔族的气场，人类也不可能了解。能知道的只有神族，他是怎么知道的？哼，也罢，我也玩够了，让闹剧结束吧。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些什么呢？看来姑娘对此十分感兴趣啊。那我直说了，姑娘虽看似黄极境修为，气场却从一开始就是我生平罕见的雄厚，在下很是在意，不敢懈怠。说下去。据在下所知，圣魔域就有一位性情豪爽不羁、厌烦此等俗节的女帝尊。哼，你还知道那位大人？继续说下去，看看还有什么惊喜没有。魔族自古便是实力说明一切的族群，实力强横，魔力滔天，独成一域。这样嗜杀成性的种族，就连身躯都是先天强硬的护甲，衣物根本就是碍事之物，又怎会像人间少女一般视冥劫如命呢？你说是吧？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那么还有什么没讲完的，也一并说了吧。还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一直无声无息的魔域，为何开始出现在人间了呢？想必不用我说了吧。那么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吧。姑娘还有什么问题？万古魔宗女帝乃是上古魔族，我们魔族非万年大魔都鲜为人知，你一个凡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在下也是道听途说罢了。也罢，你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你必死无疑的命数。我们开始吧。果然还是得硬上，要来了！一出手便是滔天的戾气，连湖中灵气如此强的白莲都皆被完全染黑了。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过必须承认，你年纪轻轻是个人才。若是同族，我很愿意栽培于你。可惜，好大的力气！不止莲花，这样下去，很快整个湖都会被这黑气吞没的。啊！如此下去，连整个雪域都会被吞噬的。不止。
这是连身体都被吞噬掉了。那么你要怎么办呢？不快点想办法？这嗜血魔气可是连天地都能吞掉的。嗜血魔气，不行，不能再留手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只能使出一丁点的金乌真火也好，不然真的要被吞了。哦，这个还不错。不过呢，光靠这样可不行哦。啊，不可能！金乌真火竟然被吞了，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金乌真火是专克魔族阴寒之气的神火，即使只用一点，也应该相当有效才对啊。这人竟能用魔气强灭金乌真火，他究竟是何许人也？虽说倒是有些能耐，不过充其量只是一些小把戏而已。就让本宫看看你究竟有何底细，有何秘密。这次我直接问你的神魂便是。神魂攻击？这你也知道？那你也该知道，攻破神魂，你的一切我便都能窥探了。哼，会那么容易就好了。祝你好运哟，姑娘。虚张声势也没用，你的神魂绝不可能超越本宫，乖乖就范吧。现在就让我看看你的底细到底是什么，连你的记忆和神魂一起攻破。怎么回事？他的神魂在反噬我，是他在反抗吗？不可能，我已攻入神魂之内，他已经不能行动才对。怎么了？不是要攻击我的神魂吗？看来不是很顺利啊。怎么会这样？他的神魂怎会如此庞大？竟连我的神魂都要被吞噬掉了。任你通天的神魂，在混沌丹田面前敢用神魂攻击，都是自杀行为。不行，再不离开他的身体，就摆脱不掉了。怎么可能？我的神魂无法攻破他，竟还被他一个人类所伤。他的神魂比我还强，开什么玩笑？而且他那神魂，与其说庞大，不如说什么都没有。那种混沌一样的东西，能算神魂吗？最糟糕的是，没能攻入他的神魂，却被其反噬。没能查到他的底细不说，还被他彻底的查了一遍。哼，原来是转世的混沌魔族，难怪仅凭黄极境修为，还能从我的神魂中脱身。毕竟就算是魔族，你也是身份很高的本源血脉。你到底是什么人？很抱歉，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就要靠实力来探索吧。不过恕我冒昧，凭现在的你，是办不到的。即便是圣魔域的魔帝，乃至魔神，也很难办到的。好大的口气！你算什么东西？当自己是释迦牟尼，还是元始天尊？不过是有点底细、狗仗人势的废物，也敢对我魔族不敬？废话少说，动手吧！我倒要看看，你这废物能撑得过我几刀？可别一刀就死了才好。哈！哼，又是刀，你们对刀还真是情有独钟。不过你杀不了我的。有命的话，就活下来再说大话吧。哼，果然命硬。姑娘，你倒是下手够狠的。看来姑娘真打算你置我于死地呀。你不是现在才想跟我求饶吧？抱歉，在下不会那种技能。也罢，既然如此，就让在下领教下阁下转世后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吧。
你还有再生之能，当真是垃圾命硬。那就让我看看是你的命硬还是我的刀硬。我修为暂不及你，但若我脂肪不攻，你也难以取胜。我说过，你杀不了我。两人来往进退数百合，未有结果。小子，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不敢当，在下玄机皇朝叶星辰。很好，叶星辰，你记好了。本尊名唤雪姬，今日暂且作罢。杀不了你是我刀钝马瘦，实力不够，但终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或是你可以试着来杀我。姑娘，你我能在此秘境相遇也算是缘分一场，即便做不成朋友，出去后也是陌路之人，何必如此苦苦相逼？你说的轻巧，偷窥不说，还知道了我魔族大量信息。于情于理，你我都只有一个能活，多说无益。在下解释多次，那真是无心之举，绝非有意偷窥，就不能原谅在下吗？而且魔族之事也非叶某偷窥，不是因为姑娘大意所致吗？住口！于公于私，你我之间也必有一死，除非你能让我爱上你，这是我们的法则。不过，你觉得那可能吗？还是说你想试试？你这简直是在消遣我叶某人。休战3个时辰后，喂，你有完没完？疗个伤都疗多久了？我又没让你等我，一直在那喊了好几个时辰，真烦。不过你为何不一起修炼？此湖中水之精华阴寒之力醇厚，跟你的体质相性极高，你在此沐浴，不也是为此吗？你还是疗你的伤吧，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你不怕我偷袭你吗？没关系，这世间没几人能偷袭我，你不是试过了吗？而且我也一直没对你放松过警惕。哼，你继续吹你的牛，我继续吹我的风。那就多谢了。此后开始，叶星辰便自顾自地在湖中贪婪吸收水之精华修行，再不理血姬挑衅。3日后，唉，每天打坐打坐，真是无聊死了。这缺心眼儿，坐在那儿之后动都没动过，到底是多喜欢打坐？老头子嘛。精华之水，化水为灵。化水为灵，他连这种快速提升修为的法门都会。把水的精华提炼为灵，吸收掉这些后，修为定会更快精进。啊，刚提炼出来的灵力怎么在减弱？为什么？难道果然都被这家伙给吸收掉了？真是无耻！喂，你给我放尊重点，打算干什么？明抢啊！你这贼！咋？你有脾气？要动手吗？好歹你也注意一下吃相不是啊？我们五五开如何？哼，看你可怜兮兮的，也罢，允你便是。感谢我吧。这个臭不要脸的！两人达成共识后，再无多言，继续开始漫长的修炼。1个月后，叶星辰已达9品武王境巅峰，多次突破尊者境未果，终于放弃修行，站了起来。我都睡够了，你还没练够啊？1个月都不动，还以为你死了呢，真是的。你最近这几天都没修炼吗？除了睡，就在那哇啦哇啦的叫。我愿意叫，你管我？总比像死了一样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呸！虽说黄极境3品已经无法靠这湖水强行突破了，但你这样可就白白浪费这机遇了。这里修炼的确不比魔界，可在人间也算是
出去后可能再也遇不到喽。你好烦啊！你是我老妈吗？呱啦呱啦的没完没了。有时间啰嗦，还不如想想怎么离开这里。明明连失恋点在哪儿都不知道，只会每天在那儿喝水。你难道是河豚吗？啊？难道你知道了？你觉得呢？大姐，你不是连怎么出去都不知道，就一直在这里洗澡度日的吧？大姐，有异动，好像有什么异象，好多雪花在浮动。这些发光的雪花是什么预兆吗？啊，不止雪花，大地也开始颤动了。喂，果然你喝人家水喝得太多了吧？啊，裂开了！喂，现在怎么办？你在搞笑吗？不是挺能的吗？总之，不能再留在地面上了，搞不好整个秘境都会塌陷的。快走！不行，来不及了。不知什么时候脚已经被封住了，我们被算计了。啊，糟了！这是什么地方？好痛！摔在冰面上了吗？而且好像越来越冷了。可恶！再不起来的话，全身都要冻僵了。这也冷得太夸张了，身上都结霜了。再晚点醒，岂不是凉了？这是哪里？啊，你也掉下来了？应该是从湖面掉下来了吧？这不是废话吗？真是见鬼！得赶紧想办法出去，不然我们就要被冻死了。那是你要被冻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那你一直哆嗦什么呀？尿憋的，还是老寒腿？我早晚要生撕了这个癞蛤蟆一样的臭虫！别在那嘀咕了，给我让点空间，我要搞事。啊？干嘛？上大号吗？再不让周围暖起来，屁股都会冻僵的，还上什么大号？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别说的那么不屑，我可是要下血本了，真是冷漠。那个手势的纹路，哼，果然没错，这家伙还真是无所不通，神文级别的法阵也能施展得如此自如。阴阳神文阵法。喂，你明白的吧？自己小心，离远一些哦。哼，臭屁什么？小心力度掌握不好，气节而亡。随你怎么说。再加上施术者的血，就能启动了。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嘛，布阵成功了。啊，借助秘境内的灵力，施展得比想象还顺利，这样温度也渐渐回升了。借助秘境本身的灵力，法阵足可覆盖大半个秘境区域，足够我们行动了。没错，温度也开始回升了。这样我们就……有人藏头露尾，来者何人？啊？你认识？燕姑娘。幸好经脉未损，可以修复。燕姑娘，你还好吗？听得到我说话吗？叶兄弟，正气十足，看来是痊愈了。燕姑娘，何人下此毒手，竟将你伤至如此地步？别说了，快跑！雷云神宗的人打算杀了我们。这真是冤家路窄，小子，这回你凉了。完了，追上来了。从进入秘境就一直在找你，竟然藏到这里来了，哈哈哈。
真有你的，捉迷藏的行家呀！叶兄弟非宗门之人，你们有什么手段，冲小娘我来！燕姑娘，就是这2人下的手。师兄，我们将这2人铲除，顺便结识下那位陌生的姑娘，如何？只要不影响宗门计划，随你怎么样。你们是在说我？我没听错。杀气，这小子。虽然是浪费唇舌，我姑且还是问一句：人是你们打的吧？少废话，死去吧！没听清吗？那我再问一次，别让我问第3次哦。我刚才在问你，人是谁打的？畜生！是。啊？哼，终于生气了。不可能，你这家伙！疼吗？不过我很好奇，像你们这种畜生，在欺负别人的时候，有想过自己会有遭报应的那天吗？就凭你，我借你个胆子，你敢杀我试试？看来不该扯下你的手，该扯的应该是舌头。叶兄弟这么短的时间，修为竟然长得如此之快，而且生气时竟如此可怕。你若敢杀我，雷云神宗，你不是真的以为我会放了你吧？你敢！师兄，救我啊！叶星辰，住手！否则你也休想全身而退。我要说不呢。你，叶星辰，哟，痛快呀！啊，抱歉，太用力，好像捏死了。叶星辰，你竟敢！不过也罢，毕竟一条臭虫，死了耳边就清静了。而且是他先动的手，被杀也没怨言吧？住口！你竟敢当我面杀了雷雨，我定要你偿命！不杀你，我如何向宗门交代？叶星辰，你路走窄了。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你不会以为你还能回师门吧？我有说过放过你吗？你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就凭你那2两秤砣，别头断了还不自知。口舌之争，多说无益，亮真招吧。呵，不错，都到了7品尊者境了，真是出乎意料。哼，你知道的太晚了。今日不止你要死，在场所有人都得死。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真是笑死我了。无需废话，你死定了。也罢，毕竟是将死之人，让你开开眼界吧，就当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了。法则之力。哟，有见识。这不可能，你吓唬我。9品武王境竟能掌握一丝的法则之力，真是奇闻。你少来虚张声势，拿命来，叶星辰！我打你个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哟，你的血竟然是红的。叶星辰，真是让人意外啊。叶星辰，你我本无仇怨，杀了我对你没好处的，你放了我，我绝不找你麻烦。现在才说这种话，你觉得我会信吗？所以你还是安心的上路吧。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该不是输不起吧？
不能杀我！我是雷云神宗的核心弟子，你杀了我，宗门不会放过你的。雷凌，世上想杀我的人无数，多你一个也无所谓，我已习惯。本不至夺你性命，但你恃强凌弱，欺负到一个女子身上。若不是燕姑娘跑得快，现在已经命丧黄泉。我承燕姑娘厚恩，此账你万死难赎，你死心吧。你这个疯子，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哼，雷凌，你太难看了，是个男人，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死吧！不，叶星辰，你不得好死！全都，真的，全部都死了，连雷凌也，他是神仙吗？燕姑娘，别发呆了，我们得快点找到出口才行，此地不宜久留。啊，好。啊，对了，我本来是准备寻找机缘的，后来呢？后来却迷路撞见他们两个谈论什么雪莲，才被追杀到这里的。哦，那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在哪儿吗？记得倒是记得了，不过离这里有些远就是了。也罢，我们去那里看看吧。我想想啊，应该是这个方向。你确定？你不是路痴吗？才没有，小娘我只是一时不慎。那，就是那里了。还真是个隐秘的所在，洞口都快完全被雪盖住了。好像又开始冷了，这里结界都无法升温，你们小心。嗯。这是什么鬼地方？要冻死小娘了！前方就是尽头了，燕姑娘，再坚持下。那里怎么那么亮？洞内竟然有这么刺眼的光。难道是出口？这是……哇，好大的局啊！那是莲吧？已经够冷了，你们别闹了。这就是万年冰雪神莲了吧？哇，这得结出多大的莲子啊！若真如你所说是冰雪神莲的话，我们可就遇到大麻烦了。此话怎讲？冰雪神莲长成后，寒气会随莲花开启四散，寒气足可改变一方气候环境。倘若是历经万年的冰雪神莲，整个冰雪秘境都可能是其所致也说不定。那如果吸收此莲精华，岂不是直接成仙了？我劝你莫要打他的主意，你我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还是走为上计吧。美女，你不是怕了吧？一朵雪莲而已。哟，这给你狂的，还一朵雪莲而已。要不你去试试？我们现在都在这雪莲所做的秘境之中，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知道，还在那嘚瑟。话虽如此，不过反正我们都找不到出口，说不定拿下这神莲就能出去了也说不定。说得好，不过全是废话。喂，你们不是真要打他的主意吧？怎么回事？秘境又开始震动了。完了，哎，不好，寒气太快了，会晕气。这神莲竟通人性，开始发起怒了。糟了，叶星辰，快救那个丫头，她会冻死的。啊！燕姑娘，抓紧我！别再犹豫了，快点撤吧。他又要做什么？该死，冲我来的！叶兄弟，别过去！这里是莲花的内部，他想冰封我的神魂，然后……
算吞噬我丹田内的全部修为，好鸡贼呀！这样下去，丹田就要被完全冰封了。不过，你算错了一步。哼，你没想到我的丹田很特殊吧？呵呵，怎么样？被混沌丹田反噬的滋味如何？如果反被我吸收掉的话，我可是要谢谢你了。啊，不愧是万年雪莲，混沌丹田一时竟也吞不下它，我又被封住了五感，麻烦了。冰泉化掉了，温度也在回升，这是怎么回事？里面可能有什么变动。薛姐姐，里面发生了什么？剑兄弟还好吗？我也不清楚，不过或许没什么事情也说不定。虽然他不是个简单的人，但是毕竟对手是万年灵物，但愿他吉人天相吧。叶兄弟不会有事的，我跟着大菊花怪拼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胡来！放开我！现在不清楚里面的情况，你乱来很可能会波及到里面的一切，搞不好还会伤到他。可是，我知道你担心他，但是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才行。到头来，还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放心吧，他办法多的是，不会轻易出事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雪莲内的叶星辰被完全冻住，五感近乎全失，仅余意识。混沌丹田果然厉害，能跟雪莲纠缠的不分伯仲。只是不知这红烟是什么来头，我竟从来没察觉过它的存在，也不知是敌是友。不过，再这样纠缠下去，我连意识都会被寒气吞噬殆尽的。若是身体能动，便可收复这雪莲了。不管了，横竖一死，跟他拼了！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赌一把，就赌这红烟是友非敌，生死就看这一瞬了。啊，完了！雪莲快了一步，这样下去，元神也会被冻住。难道这红烟真的是个二五仔？别开玩笑了，这下可麻烦了才怪！啊，好险，差一点就翻车了。你这家伙，该不会是故意慢半拍过来的吧？想走？给我乖乖的束手就擒吧！我可不想打持久战，所以快点结束这场闹剧吧。看来是驯服了，已经安分下来了。接下来，混沌吞天经，是。神魂开始融合了，能够感受到他的意识已经慢慢融入脑内。完成了，比想象的要顺利。尝试跟他沟通看看吧。能听到我的声音吧？我已让你化成人形了，应该听得懂我的话吧？主人，通过你的神识，我已能跟你沟通了。有什么事吗？看来融合得很成功，以后你就待在我的丹田里吧。好的，主人，在这里很舒服，这里会产生一股气息，灵儿很喜欢。灵儿，那是你的名字吗？你说的气息是混沌之气，未进行阴阳分化的纯粹灵气，跟你相性很合。还有，别叫我主人了，我们并非主仆，而是共生关系。先不说这些了，你有什么办法能离开这里吗？那叫你大哥哥吧。
如果帮你出去的话，可以给我更多这种气息，让我吃掉吗？吃，真是有趣的说法。可以，那种气体，在我体内要多少有多少。嘿嘿，那说定啦。嗯。啊，菊花合起来了，寒气在疯狂聚集，要爆了！终于出来了，你们没事吧？我们当然没事，你还没冻死啊，真是太遗憾了。叶兄弟，太好了，你没事吧？喂，我好歹也是9死1伤，这么说也太伤人了吧？嗯，你们怎么了？是错觉吗？感觉你好像变了一些的样子。的确，比原来更讨厌了。你们嘀咕什么呢？怎么说呢？感觉你和之前哪里不一样的样子，真奇怪。而且内力有些阴柔的感觉，周身似乎也在聚集寒气。哼，那还用问吗？你的叶兄弟已经把万年雪莲吸入体内，化为己有了，是吧？我已经把雪莲吸入体内了。哦，对了，燕姑娘，我有话要跟你说下。你们在外面的举动，我在雪莲内看得清楚。燕姑娘，你每次都仗义相助，在下实在万分感激，但是千万不能再如此鲁莽了，不然你有个闪失，叶某会内疚一生的。啥？你不要乱说，小娘才没有想要帮你，知道吗？知道吗？哼！你结巴啥？行了，闲话少叙。雪莲你已经吸收了吧？融合的还顺利吗？已经吸收掉了，不过融合还需要时间，不能急于一时。我已经知道出口了，事不宜迟，我们早些动身离开这里吧。你的燕姑娘重伤初愈，让她调息好再走吧。也好，我也顺便花些时间炼化冰雪神莲。燕姑娘调息好后，我们就启程。别闹别扭了。为了收复神莲，这次真是受了不小的内伤。不过如今丹田内已有2股灵力，如果能成功炼化，定能助我们离开秘境。不过这雪莲真是难炼，寒气游遍全身，简直要被冻死了，真棘手。怎么突然这么冷啊？喂，你别突然朝这边打喷嚏。应该是他在炼化神莲，如果成功，他便能跟神莲彻底融合，成为这冰雪世界的主宰了。虽然听不懂啥意思，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他还真是运气不赖嘛。哼，一个登徒浪子，你也是有什么好喜欢的，傻丫头。叶兄弟人很好啊，你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吧？要来了！看来进行的异常顺利，成功炼化了吧？已经？已经成功炼化了，只是感觉很奇怪。肯定会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没办法，就靠你慢慢摸索了。炼化后修为没有精进不说，对这个秘境也没有完全掌握，真奇怪。不过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知道空间接点在哪里了，我们现在就动身吧。3个时辰后，又有什么异动吗？这什么声音？感觉像野兽的叫声。这是雪熊！我的天哪，这是多少只啊？不可能啊！这冰雪世界之中，怎么会有活着的生物？此话怎讲？你已经炼化了雪莲，你应该明白。
雪莲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活着的生物的，不是吗？那这7、80只雪熊还个个都是8、9品武王境，难道？喂，他们这是怎么了？雪熊变棕熊了？是魔化了吗？体型更大了，太奇怪了。我们还是快逃！不好，叶星辰，叶兄弟，你没事吧？都怪我一时走神。天哪，好深的伤口，得快些止血才行。无碍，这点小伤很快就会痊愈，我自己就能应付处理。可是，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小心了，这帮家伙越来越奇怪了。这家伙力量未免太强悍了，我用了80%力，别说是打死，甚至都没受太大的伤。这已经不是武王境的妖兽实力了，而后面还有更多的妖熊，这仗怎么打？雪姬这边看似游刃有余。魔女，久战对我们不利，要尽快想个有效的办法，不然我们会被耗死的。哼，说的倒好听，自己杀得那么舒服，却让别人想办法，少瞧不起人。还是看我的吧，哼，墨渊乱舞。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太多了，无处可逃，不偏还能怎么办？我想到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帮个忙。说。灵魂秘术，与其硬破他们钢铁般的外皮，直接攻其魂，一定是个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不是等于没说吗？灵魂秘术那么高深的功法，我们怎么可能会使？叶某不才，侥幸习得一种灵魂秘术。不过施展需要时间，你们得帮我争取些时间。不早说，你快些施术，我们尽力多争取些时间。哼，你还真是什么新鲜东西都能侥幸会点儿。混沌丹田中，这红色烟雾可助我突破尊者境，虽说是无意发现，也算惊喜。灵魂秘术风险太大，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失败。多点修为，就多点成功希望。喂，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着给我们收尸吗？可恶，这帮家伙嘴好臭，小娘要吐了。别说的好像我在偷懒一样。你们这帮小家伙，真是费了我不小的力气啊！要来了，丫头，站我后面。这术法好厉害，越过肉体攻灵魂。要不是雪姬阻挡着，现在我就成为一具空壳了。雪姐姐，你还是看看他死没死吧。可是，喂喂，你又在那提前给我哭丧，太过分了。你们两个怎么样？还撑得住吗？放心，死不了。叶兄弟，你怎么样？没事，气虚而已。啊，怎么回事啊？又是奇怪的光照。
别再出什么异象了，我们现在应付不来啊。这是什么感觉？是体内的血莲在跟什么共鸣吗？啊，那是什么？别开玩笑了，这下可玩大了呀！那是什么东西？整座山那么大的菊花，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万年冰雪神莲吗？可这也大得离谱了点吧？这还用问吗？如此恐怖的统治性灵力，这就是那朵雪莲啊！那朵雪莲，难道……雪莲？这也太大了吧！啊，就是那朵雪莲，那朵玄机女皇独有的100万年灵力的上古冰雪神莲。你炼化万年雪莲这时，我才被这家伙察觉了，所以他才有所动作。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炼化雪莲后依然不能掌控秘境。原来这家伙才是秘境真正的主人，我太天真了。看来你的猜测已是8、9不离10了，这次真是麻烦大了。他是冲我来的，估计这次连逃都没得逃了。毕竟整个秘境都是这家伙创造的。雪姬，你们一会儿找准机会逃出去吧。出口的位置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哼，叶星辰，少来命令我！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哼，是啊，我都忘了，我们是敌人啊。也罢，你定然有你的办法。那么烟姑娘也拜托你了，雪姑娘。难道雪莲又要拉你入帘内？叶兄弟，这下可麻烦了。这100万年的雪莲，恐怕打算把叶星辰给吸收了。丫头，我们现在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离开这里？雪姐姐，你在说什么？我们就这么走了？难道我们不管叶兄弟的死活了吗？叶兄弟虽然跟雪姐姐总是拌嘴，可是他也帮过我们很多，不是吗？我们在这个时候弃他而去，难道雪姐姐真的忍心吗？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什么？丫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相信他能吉人天相。或许我们离开时，他已经脱险，在外面等我们了。他已经把出口位置告诉我们了。总之，我们先离开这里吧。走就走嘛，吼那么大声干嘛了？被拖入地底的叶星辰忙用混沌丹田运气抵挡神莲的寒气。幸亏你及时唤醒我，若非你的寒气跟着神莲同根，恐怕我还没醒就冻死了。道谢就免了吧，大哥哥，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他吧。他可是灵儿的老祖宗哦。老祖宗，怪不得那么大。不过他为何独独把我抓进来？应该是老祖宗感知到你把我炼化的事了吧，所以生气了。他的意识竟然细腻到了喜怒哀乐了。那当然啦，老祖宗可是100万年的冰雪神莲呢。大哥哥打算怎么应付？还能怎么应对？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他吸收我，便是我吸收他。难道还期望他能把我放出去吗？运转！不行，果然还是差得太远了，瞬间就被冻住了。哼！不过我很想知道，混沌丹田里的这团炽热红烟，你这个老祖宗是否也会害怕呢？好，这么急着把我震开，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不错的提示啊，老祖宗大人。
么？生气了？不愧是100万年的神莲，连怒气也是如此浩荡啊！这股掺杂了冰水的寒风，不好！他想从皮肤渗透体内，直接动我经脉脏腑。不行，不经脉的话，身体会被瞬间冰封。难道真要死在这里了？不过，就算是死了，至少也要拼尽全力。老家伙，我跟你拼了！大哥哥，强行运转我们2种力量，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快住手！无碍，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至少这样能一口气把修为突破上限到9品尊者境。好痛啊！体内的血在蒸发同时运转，那股红色亮和血莲的力量果然太勉强了，全身经脉都在爆裂的边缘，撑不了多久，血就会蒸发殆尽，必须速战速决才行。来吧，老祖宗大人，看是我的血先烧干，还是你的花仙凋零？主人，可以了，老祖宗被吸收了，快停手吧，真的不能再继续了。不行，现在还不能收手，趁他被血灼烧，现在就炼化他，不然等他恢复灵力，反而会被他吃掉。没有退路，一鼓作气，炼了他！好吧。神莲之祖，你给我乖乖的，安静下来吧！平静下来了吗？成功了。千钧一发呀，力量已经在迅速恢复了，真是太极限了，差一点就被反吃了。大哥哥，大哥哥，你还好吗？听得到我吗？那家伙已经稳定下来了吗？虽说未能完全炼化，但至少暂时是稳定下来了。你真是不简单呐，大哥哥。那样还没能完全炼化，真不愧是100万年的神莲啊！在你成功融合并昏厥后，我和那团红烟在丹田内合力炼化它，但是炼至7层后，就怎么也炼不下去了。老祖宗死命防守了，如果强行炼化的话，可能会在丹田内爆开，玉石俱焚，所以现在就在丹田内僵持住了。也罢，你这老祖宗嫌我修为低微，不认可我，所以才拼死抵抗吧。就先由他去吧，即使炼化7层也是好事啊。看起来融合得很顺利，大哥哥，你恢复得很快，似乎差不多复原啦。差不多了。毕竟融合后，我也算这秘境之主了，加上混沌丹田的修复力，恢复得很快也不奇怪了。而且短时间内，你的老祖宗恢复能力应该不会快过我的混沌丹田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它后，我的修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了，已经突破武王境，到达尊者境了。这样短时间内就不用担心了。那就是说，混沌之气会更多啦，灵儿可以大快朵颐啦。你差不多点吧。你老祖宗和那团红烟也在吃，你们3个无底洞，多少也分点给我啊。
啊，大哥哥也吃那个气体吗？算了，反正你们吃了我也一样受益，就怕身体吃不消。闲话先放一旁吧。融合100万年的神莲后，我跟他意识互通，秘境内的一草一木已经都在我脑内一清二楚，是时候离开秘境了。啊，对了，大哥哥现在应该可以操纵秘境内的一切了，快试试看吧。何止是操控，连他经历过的一切我都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还有这秘境的天大骗局。现在整个秘境的节点和川脉地势全在我脑内，连秘境内的元素变化也能随意操控。等我毁掉这秘境的骗局，就能离开这里。届时3大皇朝和北洋帝国，咱们的账就该算一算清楚了。不愧是神莲之祖，7层灵力已足够逆转自然法则。事不宜迟，快些解决，秘境也快撑不下去了。已经过去1天了，薛姐姐，叶兄弟不会有事吧？我们马上就到节点了，不管他能否吸收血莲，我相信他有办法活下来的。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不过是稍微耽搁了些时日而已，害2位担心了。叶兄弟，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哟，那么大的血莲都吸不干你，真是小强命硬。哼，不止命硬哦。叶某现在已经可以操控秘境内的一切了，包括打开出口。啊？难道你把那朵100万年的血莲给……我只融合了7成血莲，不过已能操控秘境。那道光，难道就是出口？那还等什么？我们快走。你们先离开，我还有些事，办完就来找你们。快走吧。叶兄弟又要离开了吗？别难过了，又不是生离死别。等时机一到，我会去风雪神宗找你的。真的吗？别骗人哦。当然了，我从来没骗过你吧。那你要记得来找我，我在风雪神宗等你。记得来找小娘，小娘会等你的。一言为定。魔女，谢谢你照顾燕姑娘。少来，是她自己还有点本事。而且你我之间的事还未了结，如果你有决胜之意的话，就来魔幽圣域找我。决胜不敢说，桃面去找你帮忙的话，倒有可能。切，少来！后会有期。一场误会还讹上我了，真是冤孽啊！不过如此便好，接下来就是快点解决离开这里了。事情还不少，秘境撑不住了，得抓紧时间。秘境已经要崩塌了，叶星辰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叶星辰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受伤行动不便？可恶，到底该怎么办？你这冤家！叶星辰，放心吧，叶某侥幸活得好好的，只是耽搁了些时间。不过按约定并不算迟，看来你也通过试炼了，恭喜恭喜！叶星辰，我就知道，以你的修为，试炼应该不成问题。别说我了，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是出了意外吗？对了，雪莲的事你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找到了吗？雪莲，秘境都要毁了，你没事就好。雪莲的事，缘分不到，强求不得，罢了。胡说什么？答应你的事怎会食言？你看，这是什么？这是。
清玄，我通过掌心将雪莲传入你的丹田，并扩散全身经脉，感受到了吗？为什么？我来找你的路上，收复了3朵百年雪莲，全部都传入你的丹田，你要好好收下。好病，体内灼热的力量渐渐平息下来，真的是雪莲。1朵雪莲将你紊乱的力量平息之后，你的修为想必会突飞猛进。另2朵收于你的丹田之内，以便你日后修行时的不时之需。谢谢。秘境快撑不住了，清玄，你快离开。我还有件事情做完也要离开了，你我有缘，定会再见的。那你自己小心。放心吧。这样秘境就没人了，让我撕下这秘境最后的一层面纱吧。这里真够隐蔽，没有雪莲的意识，根本不可能找到这里。秘境崩塌后，竟然会出现地脉如此凌乱的山谷，难怪无法察觉。这森林的结构简直是天然的迷阵，林中小路错综复杂，虚实循环，极易迷路。且山谷周围又是毒烟瘴气，不想办法的话，连这里都进不来。如此凶险之地，看似天然形成，却必是大能者有意布置所致，绝不可能是单纯的一个墓地这么简单。也罢，就让我把秘密全部探清，看看玄机女皇的消失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已经深入谷内这么久了，毒雾越来越多，都快看不见路了。是看错了吗？前面好像有什么？这是好大的坑，被巨石砸的吗？先去中心看看。好深的洞，已经看不到光亮了。这么深的洞，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总算到底了，已经看不到上面的光了，真是够阴森的地方。那边阴森的绿光石，好大的古树，感觉有生命了一样。好沉闷的声音，是树有心跳吗？不好，险些被迷惑了心智。这难道是黑暗玄冥术？这种不属于玄天世界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看来是树干被掏空了。感觉他已经相当虚弱了，可悲。否则，以这古树的力量，可堪比大地境强者，估计我早就被灭了也说不定。树内空间如此之大，堪比一个小世界了。而且一路上那么多噬魂幻兽，如果树内都是噬魂幻兽的话，不知会有多少万的数量。那种沉闷的心跳声越来越大了，看来就是这里了。这门上传来的寒气真是强硬，是打算在我接近之前就冰封我吗？真是可怕的寒气，若不是雪莲护我，估计连门都碰不到吧。然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种寒气完全就是在给我送修为哦。雪莲，收下这些寒气，我的修为也能长到2品尊者境了，多谢款待了。接下来就让我看看门内吧，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搞得如此神秘。果然如此，这里在用修真者和古树的生命培养魔兽。如此阴寒且巨大的化尸池，不知得杀多少人才能做到。那祭坛上跳动的东西，应该就是古树内部的心脏了吧？
咚咚的声音也是这里发出的了。池中还有好多未能化境的尸骨，想必定是尊者境甚至黄级境的高手啊。不过既然都到这里来了，就没理由被这种东西吓回去。回去。啊，谁？回去吧，孩子，别过去，快走。还未死透的修真高手吗？看来也是快到极限了。哼，不过我可不是来这观光的，看一眼就走的话，一开始我就不会来了。别，你会死的。错不了，定是星空噬神兽的蛋，怪不得这里这么多的噬魂幻兽。血脉纯度如此之高，竟然会落入凡间，真是细思极恐。算是你的运气吧，等我觉醒金乌血脉，助你把血脉进化至无比精纯，或许还会超越你的祖先。快住手！化石池会喷发的。啊！化石池的戾气都进到幼蛋身后的棺冢里了。你留下如此多的后手，不惜布局万年，就是为了培养优秀的下一代。如今我助他一臂之力，你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此地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吧。在孵化之前，你就先待在我的身体里吧。丹田里现在真是热闹。你是怎么做到的？啊，都把你忘了。你在这里居然能活下来，在玄天世界里，你到底算是很少见的强者了。不过，这里的确跟玄天世界不同，对你来说，的确是有些勉强了。老朽活了9000余年，自问品全世间沧桑，阅尽人生百态。你的眼神非同一般，绝不是个普通的小伙子。你究竟是什么人？哦，你一个将死之人眼光倒是不错。果然，你在玄天世界是个有身份的高人啊。老朽修行一世，在死前竟遇见你这般奇人，也算死而无憾了。别这么说嘛，你生命凋零至此，刚才却还能为我担心相助，可见你算是个好人。作为回报，我来帮你续个命吧，你看如何？续命？小伙子，你看我这形如枯骨的身躯，还谈什么续命？死了，反而是解脱呀。生死有命，皆是天数，怎能强求？你何必戏弄我这把老骨头呢？所以需要逆天而行就好了，就看你愿意与否，我不强求。逆天而行？是啊，总之我可以让你再多活100年有余。报酬嘛，就做我10年的手下吧，你看怎么样？此话当真？你真的做得到这种事？总之也比你在这等死的好吧？做不到，我何必在此与你浪费唇舌呢？好，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逆天而行的，到底是个神仙还是个疯子？那就是答应了，痛快。先等我下，我要把这棺材先搞定，然后再来帮你。谜底终于要揭晓了。你干什么？那个棺材不能打开，应该知道里面是什么。
然如此。完了，跑，快跑！不愧是玄机女皇，这样的冰封，恐怕永远都不会化开，也说不定吧。看她的目光无神，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练成了一具女尸了。不过经过岁月腐蚀，已经没有神通境的修为了。啊，应该是练不得其法，成为女尸日久修为不增反减了。可惜，九幽圣域一代传奇女皇，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何等遗憾，令人痛心疾首的女子啊！不好，就是那柄冰剑，它会吸干你的，快离开！停住！女皇，你已被炼成女尸，受制于这里的神文法阵之中，而我现在已是这神文法阵的新主人了，所以也能操纵你的行动了。唉，如此拙劣的炼尸技法，不只糟蹋了你的修为，更糟蹋了你的容貌。这么久的岁月，真是苦了你了。不过，你竟能在炼尸过程中保留了自己一丝神魂，或许这就是你我的缘分。但愿我能帮你一下。你现在近乎成为纯阴圣体，如果好好的复原这一丝神魂，说不定还能让你复原。虽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能量滋养你，但是凭借此地的古树残骸和化石池水，加之混沌之力催动，定可使你修复神魂，真是你命中之福啊！玉玄机，你要好好的接好，一滴都不要漏掉。眼神明亮了些许，如何？听得到我吗？感觉如何？听得到。看来意识失去的太久了，得需要时间慢慢调养才行。而且你恢复之前，不能再叫玉玄机了，以免暴露身份有危险。不如先叫你嫣然吧，皇府嫣然。好的，主人。反应还算快，剩下的就等恢复自主意识了。池中能量都是用来孕育幼蛋的，对于修补残躯定然有益。只要我从旁协助护住他的身躯不被侵蚀，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应该差不多了。起！看上去很完整，这样的话，直接劈开就能成了。开！怎么样？应该能动了吧？真是不可思议。虽说身体依旧没什么活性，但好在血液精气都回来了，可以自由活动了。不管怎样，都要谢谢小伙子你的再造之恩，这样即使死了也可以体面一些，十分感谢。你在说啥？我不是说过要帮你续命100年的吗？这才哪到哪啊？谢早了吧？好戏才刚刚开始。那是什么？那种复杂的法力循环，难道是掌控天地法则的规则之力？不错，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自然之力。创天地之力，掌万物之法。
老爷子，好好接吻了。我感觉到了全身的血肉和精神都在逆转再生，就连头发和胡须也慢慢变黑了，真是神奇。那是自然了，毕竟自然法则能开天创世，逆人生死自然不在话下。话是这样说没错，不过亲眼看到自己干硬湿活的身躯慢慢充盈再生，真是心情复杂。老朽自问苟活日久，对世间万物不知1000也懂800，今日方觉一生只是虚度而已，真是惭愧。也不至于说到这个份上吧，你还是很强的。主人对在下不只有救命再造之恩，更令在下大开眼界。属下轩辕峰，甘心服侍主人左右。哎，也不用这么正式了，我还是习惯随意一点的好。哎，放松点。你是哪里人？你这修为，应该出身名门吧？属下来自大荒圣域。轩辕峰，不错的名字。其实也不是让你做我的属下了，只是想你帮忙而已。主人尽管吩咐，在下无有不从。唉，我也是仇家太多，只身难顾八方，需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才需要强者相助。主人放心，轩辕峰愿竭尽全力，生死相随，听凭主人调遣。不过你是怎么被困在这里的？我很好奇，你应该很难只身闯入这里才对吧？唉，此事说来话长，这里其实并不是藏宝之地，只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我们所有人都上当了。你是说，这里是骗人进来的一场阴谋？不错，这里只是引高阶修真人士进来送死的一场骗局，用我们这帮修真人士的命来滋养那个幼蛋的。所以这个令牌，就是筛选修真强者的手段是吧？没错，这根本不是秘境的通行证，只是一场持续万年的骗局罢了。当初不知多少人为了争这枚令牌打得不可开交，血流成河，却不知争来争去，争的只是个阎王殿的催命符而已。是啊，真是狠毒的计策。这池中的枯骨不是各族砥柱，便是未来才俊，可惜啊，连我也被骗入此地，真是贪欲害人。被困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不知多少年，还险些死在这个鬼地方。看开点吧，祸兮福所依，如今不是重见天日了吗？总之，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哦，对了，你帮我把那口冰玉棺搬走吧，或许是个至宝。是，主人。那个棺材是什么异宝吗？这个暂且还不太确定。不过这个棺椁能够让尸体保持这么久不烂，想必是有些妙处。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这个……主人，实不相瞒，那口棺椁实在是太大了，小人的空间戒指装不下那么大的东西。啊，我都忘了，玄天世界里空间物品是稀有物了，还是我自己来吧。在我认识的人中，可能只有魔女有大空间的戒指了。毕竟她是重修，本不属玄天世界，也不奇怪。不过好在我体内有2朵雪莲，它们内部空间都足够大，装下棺椁也是绰绰有余。总之，等出去后就可以炼制一些空间物品来了。主人，你连空间物品都懂得炼制吗？那还用说吗？不只是炼制，如果可以的话，得培养属于我自己的势力，其中就包含一批炼器师在内。
这样就不用什么事都我自己亲力亲为了。是。好了，我先把它收起来，剩下的出去再说吧。是。老祖宗，看来得麻烦你帮个忙，寄存个大废品了，还请多多包涵了。收！这是外面？难道？完成了。不只是棺椁，连整个古书都被吸收掉了。这下终于把事情都解决了，走吧。是。终于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3日后，主人，属下看过了，并没有人发现我们回来。好。主人，恕在下直言，以主人现在的修为，何须如此谨慎？一言难尽。我今日树敌太多，而且我担心身边之人安危，也不知他们现在如何了。属下慕容恒拜见主人。进来吧。入夜时分，事情都已安排妥当，先去看看如儿吧，不知道她现在如何。哟，3更半夜的，这是要去哪儿逍遥快活呀？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位活神仙，云舞霓裳大美女。真难得，还认识我这故人啊！这段时间是去哪儿了？让我好找啊！自从上次春宵一别，你这是在故意躲我吗？春宵您发发慈悲，别戏弄我了可好？哟，害羞了？以您这般仙容神貌，谁会故意躲着您呢？这小嘴儿，还是那么会说呀。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而且他每次摸我头的动作，我都很奇怪的躲不开，真是个棘手的人物。你似乎已经突破到1品尊者境了。只是侥幸而已。那岂不是可以进入亲传弟子了吗？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我对这个并不太感兴趣啊。亲传弟子也看不上呀？你的胃口还是那么大呀？亲传弟子那么多规矩，我还是习惯当个简单自由的挂名弟子。别那么死板嘛！玄机学院有数10万年历史，底蕴和资源自有深厚之处，难道也不为所动吗？我还能在玄机学院待多久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亲传？你还是那么无利不起早，不见兔子不撒鹰。既然这么了解我，不如直接讲点有意义的事吧。那我就直说了，学院内可是有着一件让你会无比心动的圣物哦。好，说来听听。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其他圣域之主都觊觎很久的资源，可别小看玄机学院的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底蕴了。虽然时光流逝，如今沦落至如此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没那么糟，至少不是还出了一位杰出的人才吗？只是因天道制衡而遭迫害，失去了玄机学院重新崛起的大好机会。好了，还是说说宝物的事情吧。学院地底深处，可是有着一棵世界之树哦，你懂的吧？世界之树，那个倒悬于地底逆生长的世界之树。哦，看来你很感兴趣哦。如果真的是世界之树的话，倒是有一试的必要。玄机学院能屹立这么久，看来这就是原因所在了。
不过我与他非亲非故，他为何要把如此重要之事讲与我听？怎么样？是不是有兴趣了？如果真的是世界之树，的确是值得一试。不过，怎么，还是打动不了你吗？想想亲传弟子那些规矩，怎么也提不起兴致。但是，世界之树的稀有程度，甚至超越100万年的雪莲，错过实属可惜。要是学院那帮太上长老在这儿，你可又要被骂不识抬举了。的确有些不识抬举了哈，当亲传弟子还要靠威逼利诱的。知道就好。那可是不知多少势力争得你死我活的至尊神物。是呀，而且这件事儿，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在学院的地位，可还没高到能让你随便见到世界之树的地步。这我明白，只是我暂时也不是很缺修炼资源。切，毕竟在秘境中给温清玄的那种千年雪莲，已经收了几百朵了，根本不缺修炼资源。千年雪莲多到用不完，还分了一些给轩辕峰去培养我自己的势力。而且还有一朵9阶金莲在我手中，修为资源完全够用。就那么不情愿做亲传弟子吗？就没别的办法了吗，大美女？好了好了，没人逼你，真是的，无趣的人。办法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的，虽然也算不得是个办法了，不过你的话应该可行。啊，说来听听，什么好办法？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了。非亲传弟子想见世界之树的办法，那就是硬闯通天神山，闯过便可破例见世界之树。通天神山？啊，你知道那里啊？你开什么玩笑？硬闯通天神山，自古成功的就只有个别的玄机学院院长级人士吧？回答正确。通过可是能直接获得通天境的资质哦。我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不过看来也没别的捷径可循了，硬闯通天神山也只能这样了吧？看吧，我就知道没有你不敢做的事儿，果然没错吧？说得像你很了解我一样。
至少知道他是有非敌便足矣。眼下还是先回去看看如儿吧。之前走得匆忙，只传给了如儿她一本《9天玄女经》，便去参加小公主的寿宴。哪想到这一去，便发生如此之多的变故。先是一气之下杀了3大皇朝的所谓天才精英们，随后更是灭了北洋帝国的叶千珏，还遭到尊者境的人一路追杀，最后还因祸得福，跌落冰雪秘境，得雪莲相助，破解了一场持续万年的骗局。如此种种生死劫难，谁又能想到如今只是过了1月有余的时光，真是惊险。这一世，除了尔虞我诈，便是打打杀杀。或许只有在如儿身上，我才感受得到真挚的温馨吧。而且这丫头跟我的血脉似乎有着什么联系，一别多日，也不知她有没有好好修炼。要是偷懒了，我可要好好的罚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谁干的？到底是谁？如儿，如儿，如儿，你在哪儿？叶师弟，别找了，他已经被抓走了。啊？抓走了？那就是你们干的了。不，别误会，这都是龙星的兄弟龙阳干的。龙阳？又是龙木山的狗东西！我当时就该一下捏死龙星那个杂碎！龙木山，你们浪到头了！叶星辰，你给我出来！我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叶星辰，你给我出来，狗东西！别给我躲躲藏藏！好，我一拳灭了你们玄机学院，我看你能藏到哪里去！龙长老，请息怒，何以动此大怒？玉京天，哼，怎么，连堂堂的大院长玉京天都出山了啊？哼，打算跟我比划比划？龙长老言重了。玉魔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太上长老动手。知道就把叶星辰交出来，不然就给我滚开，否则我荡平玄机学院。龙长老，玉魔已知此事，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龙长老可否先息怒？放屁！他一夜之间杀我龙木山弟子无数，劫我龙木山要犯。还杀我爱孙龙阳，将其乱刃穿身，一刀一刀放血致死。一个玄机学院的小畜生，敢到我龙木山地盘如此撒野，我今天定将他挫骨扬灰。龙长老，此事我定不轻饶叶星辰，但是叶星辰背后的能量巨大，非你我之敌，恳请您先息怒。少废话！一条蛀虫背后能有多大能量？你少来装蒜！玉京天，我龙木山跟你浪费唇舌，你是给够了你面子，识相的给我让开！长老，玉某实在不能袖手旁观，请您不要让玉某为难。我若让你为难又怎样？院长做久了，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龙长老，多少年来，我院都对龙木山弟子敬而避之，但贵山弟子做法，长老您心中有数。龙星7人不成，被打至重伤在先，龙阳报复在后。颜如儿是个无辜的侍女，她却加以要犯重刑相待，落得此下场，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够了！院长你好大的威风，要不要我向你们磕头认错呀？
今天我就好好提醒你们这帮废物一下，太上长老跟玄机学院之间的差距。看来怎么说都没用，一定要动手的是吧？你算什么东西？配跟我动手？哼，来得倒快，看来应该是院长在应付他吧。可惜我现在脱不开身，真是可恨。如儿，都怪我无能，让你受苦，是我连累了你。不过也不知是福是祸，经此大劫才发现，你是九幽血脉。你知道吗？你这血脉虽然尊贵，却险些害了你。我为你疗伤时，你的九幽寒气可真是难缠的厉害。幸亏我用吞天经把九幽寒气全部吞掉，不然你的身体可能都扛不住这寒气。幸运的是，你现在有惊无险，已经慢慢康复，而且有九幽血脉的特性相助。等你醒来，必然已经达到九品尊者境巅峰了吧？真是羡煞旁人的小丫头啊！玉惊天，看不出来你倒有些能耐啊！董长老，我们争斗没有任何意义，请别再这样固执了。你以为自己是谁？不过是接了我几十招，不会真当我杀不了你吧？董长老，你我皆是身兼重任之人，如此行径，实有失你我身份。少废话！玉惊天，让我住手只有一个办法，你尽管来试试，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董长老，你这又是何必呢？你我相加已是几百岁的人了，为何非要如此意气用事？意气用事？你孙子被人如此害死，你会这样算了？这是狗屁道理！滚开！看来我今日不杀你立威，你们玄机学院都不知道太上长老的本事有多大了。也罢，就让我见识见识你到底有多大本事也好，看看你是不是能比我这个7品黄级境的太上长老还强。来吧！哼，我玉惊天敬你为前辈，不愿相争，但并不代表我就怕了你。你一再咄咄逼人，真当我玉某人怕不成？尽管来吧！放肆！虐！今天小子果然有点能耐啊！哼，看你能撑多久！奉陪到底！这小子这些年都干了什么？我才刚出关，自诩7品黄级境，可纵横玄机学院。玉今天一个院长而已，修为却达到6品黄级境，的确在我意料之外呀。但我一时半刻就拿不下他，反而在慢慢被压制。开什么玩笑？谁信这个啊？玉惊天，接不下这招，就别怪我下重手了。怕你不成？好小子，你给我记住！董长老，消气了吗？现在可以住手了吧？玉惊天，我今天就放你一马，但是叶星辰的事没完，他必死无疑，等着吧！老夫现在便回去召开太上长老会议，等着瞧吧！哼！太上长老会议，董长老，你当真要置叶星辰于死地？哼！这件事叶星辰不死不休，等着瞧吧！董长老，在下无权过问太上长老的决定，但玉某在此提醒你，叶星辰非你我能动之人。不必多言，我龙木山不是被吓大的。唉，玉惊天，你我的账改日再算。既然玉某说什么都没用，那玉某只好奉陪了。后会有期。唉，太上长老会议又是一大难关。叶星辰，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但是，眼下学院还有更麻烦的人要应对，能驾驭黄极境魔鹰的绝顶高手，原始魔族。看来，这次玄机学院有麻烦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小姐？要我说啊，被灭了才好呢，省得你这么多年都守着这块破地，多累啊！宁儿，不许胡说，此次非同往日，玩笑不得。那可是原始魔族，恐怕玄机学院这次麻烦大了。少爷，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啊？太上长老龙慕天放出话来，要逐您出玄机学院，还要杀了我？都怪我，都怪如儿。如果不是我，少爷也不会一怒之下杀掉龙阳，使得事情再无转圜。关你什么事啊？我还怕他不成？哼，杀我，他也配。叶星辰，你既要参加玄机学院通天神山的试炼，就是我玄机学院弟子，对吧？不错，院主大人。你天资非凡，要参与通天神山试炼，是为了进入掌握这一界本源之力的世界之术吧？院主大人明鉴。对了，谢过院主在太上长老面前护我之恩。叶星辰，我乃玄机学院院主，自会守护玄机学院的规则。太上长老虽位分极高，但若无礼，我绝不会让他伤害玄机学院弟子。龙慕天已启动太上长老会议，但只要你无错，本座立刻启动院主权限，送你进入通天神山。但若确实是你的过错，我也绝技不会包庇。现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太上长老非杀你不可。我杀了他唯一的孙子，龙阳。你当真杀了龙阳？为什么？院主是个讲道理之人，我叶星辰也没有不讲道理之理。待我说完，院主自可评判我是否杀错了龙阳。我曾长久未破境，在玄机学院中受尽龙星欺辱，一次龙星御剑门规杀我于死地，被我反伤。我念同门之情，饶他一命。他的表兄龙阳竟以此为由，趁我离开山门时，掳走我一并找那视作亲人的侍女颜如儿。酷刑逼迫如儿交出我和他修炼的功法，如儿不肯背叛我，交出心法，竟被拷打半死。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人回来。龙阳，交出颜如儿，我可以放过灵境山所有人。他说放过灵境山所有人，哈哈哈，他也配？他也配威胁龙阳师兄？简直痴人说梦！哎呀，叶星辰，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还能给你个痛快死法。哼，不然的话，哼，我可要让你尝尝灵境山的刑罚了。哦，你的小侍女都尝了一遍，现在皮都掉了好几层了。龙阳，你这是在玩火自焚！蝼蚁，敢威胁龙阳师兄，吃我秦放一龙蛇拳，下地狱去吧！哼，雕虫小技！你既要打拳，我就陪你打打。帝尊三神拳！这人修为竟突飞猛进至此，这人绝技不能留他活命了。许立天师弟，你若能帮我对战叶星辰，你我两清如何？好，公子天赋绝对在我之上，方才一拳之中蕴含的奥义，我十分佩服。此次出战，我只出一剑，
若是公子接得下来，便算是我输了。你天生剑骨，风姿拙见，已领悟到剑之奥义。我甚至有些欣赏你，何必要做人爪牙？欠下人情，不得不还罢了。好，接你一剑。呵，嘿，哎，哈！我输了。不，差一点点你就赢了。我看似轻松，实则调配全身功力，方接下这一剑。剑之奥义，名不虚传。你既耗费全身功力，就吃我一紫极冰剑吧！呀！事情就是如此。敢问院长，龙阳虐待我侍女，欺辱我人格，多番派出手下耗我修为，又趁我一时修为耗尽偷袭于我。此番种种，我杀龙阳是否有错？既如此，院主，什么事？太上长老龙木山传下长老号令，将叶星辰逐出玄机学院。哼，又开始了，还是以势压人，没点新意。院主，您刚刚说过，若我无过，会以院主权限送我入通天神山，这话还作数吗？自然作数。告知玄机学院，调查后，龙阳之事乃其作茧自缚，叶星辰并无过错。太上长老龙木山传令，并无太上长老院文书，本座不予受理。通天神山在玄机学院深处，此门可助你快速到达。通天神山是外域流落本事的秘宝，试炼关卡极难。传闻天穹境的强者方可走遍通途。10年前，本座拼尽全力只行至49阶。你年纪尚轻，莫要狂傲轻敌。多谢院主提醒，我自有分寸。哎，听说了吗？玄机学院又有弟子要挑战通天神山了。玄机学院没落至此，还是有门徒敢挑战通天神山。若能走出神山，怕是这没落学院又要多一天才弟子。哼，不自量力，不过是个新出名的年轻弟子，以为自己无敌了吗？山路太长了，合并吧，露出99阶，完成试炼即可。这叶星辰疯了吗？通天神山的山路合并，则没了缓冲休息区域，难度直接翻倍。哎呀，这是嫌死的不够快。他若能走过5阶，老子跟他姓叶。哼，跟我姓叶，那岂不是要叫我爸爸？我可能不想有这么不成器的儿子。好，开始了吗？到第10关了，雷霆之力要落下了。我听说4品武王境的高手都会有生命威胁。我说过很多次，修行之人切忌如此乱了方寸。星儿，你又忘了。爷爷，叶星辰在学院百般羞辱我，让我在所有人面前颜面尽失，我发誓必让他死。可是为什么您一直不允许我派人刺杀他，连我盼着他死您都不准？星儿，你之后就会明白，爷爷不是在袒护叶星辰，爷爷是在救你的命啊！雷霆之力，怕是4品武王境的高手也未必能活下来。想不到通天神山竟如此之强。啊，那这叶星辰还有命活吗？怕是活不成了，除非他能达到。他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什么？这么说，他达到了踏天3境？踏天3境，雷霆之力，
不错，不过仅此而已嘛。就这点力量，可拦不住我。上古仙气，拿出你真正的实力。长老，旁边那些人说叶星辰到达踏天三境是什么意思啊？通天神山的神梯考验修武者的肉身之力、灵魂之力、修为之力。人的能力有限，对于大多数修武者来说，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修炼。若某人天赋异禀，能同时修炼肉身、灵气、神魂，三者共同破境，被称为踏天三境。在我们玄天世界，只有万古奇才才能成为踏天三境的修行者啊！叶星辰这般出众，定要找机会拉拢于他。可叶星辰确实稳稳地走过了合并后的通天神山考验。此子天纵奇才，定将会是我玄机学院重振于世的希望。天皇鹰的羽毛，这是黄级境的妖兽，帝国之主都未必能拥有一只天皇鹰，倒是来了个大人物。九长老，那个好像是天皇鹰啊，能以天皇鹰为坐骑的，他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那人实力非凡，我难以企及。此人名为魔尘泉，来自魔幽圣域，是原始魔族的一位长老。什么？原始魔族？话已带到，请自珍重。小姐，您是给谁带话呀？是您在玄机学院照看10几年的那个人吗？他究竟是谁啊？那个姑娘是在给我带话，她照看玄机学院10几年，难道是在照看我？原始魔族也来了，这玄机学院越来越有趣了。刚好到第20阶了，让我看看第2大关是什么。又是雷电，九色雷霆，这是传说中的九色雷霆。混沌丹田好像蛮喜欢这雷霆之力的，那索性在此修炼一番吧。吸收这雷霆之力，修为好似更坚定一些。这上古仙气通天神山，确实有些实力。你的天赋果然如此妖孽。当年我入通天神山时，经历九色雷霆，险些溃败于此，最终是凭着一股不甘心的意志，才步履蹒跚闯过来的。你竟能在此修炼精进，现在你知道他的天赋有多恐怖了吧？他会带领你们玄机学院重现数10万年前的辉煌，一切都听命于他，记住了吗？晚辈听令。魔幽圣域原始魔族之人大张旗鼓的前来，想必是有着后手准备。你去会一会他，区区黄级境的修为，也敢来玄机学院横行。我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有人来玄机学院作乱，更不希望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你明白吗？晚辈明白。我总觉得周围有些风云诡谲的味道，看来通关后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这里。雷电有凝聚成天雷兽的迹象，这上古仙气已能够孕育灵兽之能。爷爷，叶星辰已经走过了28阶，九色雷霆杀不死他，眼看就要进第3关了，难不成他还能超过院主，通关了这通天神山不成？不必担心，
叶星辰走到这里，未必不是好事儿，说不定不用我们动手，他就会自取灭亡了。啊，爷爷，你的意思是，通天之路岂是那般好走的？从古至今，死在通天之路上的绝世天才不在少数。